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，起死回生哈，起死回生。现在根长得更长了哈，我用一些水草放它底部哈，然后成为一个保湿的状态，但是又不会把它包起来，让它太湿的状态。有机会可以活回来的哈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什么呢？有新的叶子哈，新的叶子哈。那这个新的叶子就是起死回生的征兆哈。所以呢，这种救法其实还蛮有趣。当完全没有根的状况下，哈，可以用水线的方式，先让它保持附近的潮湿哈。那水线附近潮湿以后呢，大概，我看起来我从2月一直用到现在，所以也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哈。它如果会长根，它就真的会长出来哈。这个就是根哈。那这时候呢，我用一些水草先放在它下面，让它保一些湿，然后过来等它叶子长出来，根部继续长长以后呢，这时候就会稳定下来了哈。现在还不是很稳定啊，因为它这个旧的叶子呢，还是要准备要掉了哈。因为你看，已经开始养分一直抽回去哈。它现在把养分一直抽回去，就是准备要长新的根跟长新的叶子哈。所以非常的明显哈，非常明显。这个就是有救回来哈，有救回来。但是还不确定哈，因为像这种的状况还不是这么的稳定哈，要等它根部再长多一点，然后叶子再长大一点，会比较稳定一些哈。所以目前我就是把它绑上去哈，然后给它一些的水草哈，给它先做部分的保湿哈，但是又不让它太湿哈。这种状况下呢，让它开始把根部长长一点，然后把新叶长长一点。那就算这个旧叶掉了以后也没差别哈。如果这2个都长出来以后呢，它的状况就会稳定下来了哈，稳定下来了。所以呢，这种算是一种简单的起死回生哈，简单的起死回生。你需要的原本如果你根部整个烂掉的话，你需要的话就是吊水线哈，吊水线，然后过来就是等，好，过来就是等。甚至我本来以为2-3个月，有些人甚至1-2个月就会出现了，像这个我几乎等到快4个月哈，然后它的根部才来哈。你看它的另外一边芽都长这么大了哈，那所以你就知道等了多久哈，等了多久。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黄叶病的关系哈，造成它整个基部是褐化哈，褐化。那就是因为褐化的关系，所以要重新救回来哈。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只剩茎的蝴蝶兰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救看啦哈。不过需要很长的时间哈，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我几乎花了快4个月嘛哈，2月多到现在快4个月左右快5个月了哈，2月到7月哈，快5个月了哈，6月现在快7月了哈，快5个月的时间，它才长出根来哈。那所以呢，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哈，所以这个救的时间真的还蛮久的哦，真的还蛮久，而且你看它等它重长，然后再长大，其实也需要很久的时间哈，所以需要很有耐性哈，很有耐性。如果是在兰园的话，应该早就把它丢了哈。如果是在专业的兰园的话，不过呢，因为通常啦，像我们养兰花的都会觉得这个是宝贝哈，那就算是出了问题，也希望把它救回来哈。这个就是心态的不同哈，心态的不同。像我就是一直想要把它救回来哈，那既然没有死的话，就有救回来。像这个就是目前的状况哈。那一样保持全干全湿的状况哈，这时候它会比较安全一些哈。那所以我现在先上板哈，先上板，然后再放到原来的环境里头，就让它继续长哈，让它继续长。先不要换环境哈，因为有时候你换了环境以后，它就会突然停止生长哈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上个板我还是会放在原本的环境里面，让它先把根部长出来，然后让它稳定一些以后呢，然后这时候到时候要换环境才比较好一些哈。如果你突然把它拿去换环境哈，有可能就停止生长了，或者是突然出问题哈，比较麻烦一些。所以在还没有稳定之前哈，我的建议就是保持在原来的环境里面哈，然后呢给它一些小水草，这种水草的模式不是包起来，有点像是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个就是在底层的水草哈。那这种底层的水草是它就是一小小的就好，不要多哦，不要多。到时候呢，它的根部会长到整个水草之外哈，水草之外，所以你不需要很多的水草哈。那只要让它保一些湿就好哈。这个主要目的是让它的根部到时候可以盘到木板上哈，木板上板直的状况下，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哈，会比较好一些。当然啦，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现在已经花了5个月哈，我觉得它根部长完大概就要今年年底了哈，说不定也只有一片叶子哈，说不定只有一片叶子。不过有活下来比没有活下来好哈。那其实你看这边反的比较大一些哈，这边已经也是长了快2个月左右的时间哈，它已经大很多了，而且新的叶子又来了哈，所以
接下来会越来越大哈。那但是这个呢，就是要重长的状况下，可能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哈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原来的大小？可能要几年的时间哦，1年或2年的时间才有机会。这个状况等于就是重新生长了哈，重新生长了。整个没有根再重新长，通常蝴蝶兰长根需要最长久的时间哈。以前如果你有养过那种进口株的话，它是完全几乎没有根的哈。没有根到长齐的根需要1年哈，需要1年，它会停滞1年左右的时间，最多长个1片叶子或2片叶子哈。那等到你长到壮硕的话，几乎都要2年的时间哈。所以其实这个呢，如果要长到壮硕，我觉得有可能要1-2年左右的时间才有机会哈，才有机会，甚至3年也有可能哈。所以需要蛮久的时间。所以如果你能照顾好，不要让它生病的话，当然是比较好的哈。不过养兰花嘛，偶尔就会出现这种状况。你看，就是整个都没有了哈，只剩1个叶子哈。原本有2个叶子，现在只剩1个叶子。然后这个叶子呢，也要快要掉了哈，因为它新的叶子要来了哈，这非常的明显。等它新的叶子来了，根部上的哈，就会比较稳定一些些。那这时候比较不会死掉，不会死掉。不过现在还是危险期了哈，就还是没有这么的安全哈。所以在照顾上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哈，或者是多一点细心。像昨天还刚喷过那个杀菌剂哈，尽量减低杂菌率哈，就会比较安全一些些。尤其是最近刚雨季完哈，雨季完的季节通常呢，很多地方都是还带有很多的孢子哈。那这时候状况就是可能要有一点杀菌剂，然后去帮植物的外表做一些消毒哈。如果有伤口的话哈，比较不会因为虫咬啊或者是什么状况而造成它整个崩解啊。有时候这个季节就是雨季完突然出太阳，就很有可能会感染哈，很可能会感染。特别如果因为雨季的时候氮含量比较高一些些哈，那它会土长会土长。那土长完以后，它叶子就比较薄叶子比较薄，这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烂掉或出问题哈。你会发现很多菜都是在雨季完以后，然后菜价突然会变贵哈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雨季的时候叶子就可能烂掉哈，因为长太快了哈，那就有可能会烂掉，或者是产生病斑哈，这个都有可能的状况哈。那所以呢，现在就是等它恢复元气哈，等它恢复元气以后呢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长到这么大，可能就是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哈，非常非常大哈。你可以看大概有记得那时候有40公分左右哈。不过有活下来比没有活下来的好哈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！如果喜欢频道，如果你想要救你的蝴蝶兰，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试试看哈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